假如你的公司跟你说你拥有摩托车我就要开除你，你怎么办？这件事情起因的是因为好利来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里说是他的一个员工在休息期间骑摩托车出现了意外身故了，所以他为了员工的安全和健康着想，就让所有的员工在任何场合都不得搭乘和驾驶摩托车，甚至不能拥有摩托车。不听劝阻的人，他有权跟你解除劳务合同。对这件事情呢，我有几句话要说，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思考一下。第一点啊，我在评论区看到很多人因为可能是不喜欢摩托车，所以他就在评论区里面支持好利来。先不说这个事情啊，好利来有没有权利这么做，这个何尝不是他对员工的一种剥削和对人权的僭越呢？这何尝不是一种服从性测试？我今天可以禁止你骑摩托车，明天就可以禁止你钓鱼，后天就可以禁止你在休息期间出省出市，禁止你在休息期间不接公司的电话，因为我怕我要找你加班的时候找不着你的人。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一家就会有第二家。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当中不断的被下调底线，最终被一步一步的蚕食掉了。所以他们现在在做的那些反抗，在做的那些抗议，都是为了所有打工人的合法权益，这不是为了摩托车，是为了所有人。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你的员工的安全和健康着想的话，你为什么不调整你的薪资结构，让你的基层员工可以赚得更多呢？你为什么不取消加班，让你的员工可以得到合理、合法、充足的休息时间呢？甚至你为什么不安排一个班车接送员工，这样可以让你的员工更安全的上班呢？你都不这么做，因为你舍不得花钱吗？所以你就禁止摩托车。最后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在对这件事情发表看法的时候能想得更深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不是人民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是骑摩托车的人和不骑摩托车的人之间的矛盾。他妈服了是吧？人人都想当我爹是吗？谁都能叭叭两句禁摩呗，对吧？你发个法条说禁摩我也就忍了，你现在一个公司发个文件跟我玩禁摩，篇通告读下来，通篇都是那种中国式家长的充满爹味儿的叫什么？爸爸说你是为你好，评价4个字儿，令人作呕。你的员工只是给你打工的，你只是他的老板，他不是你的儿子，你不用面面俱到，什么都管他。他是成年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他能自己判断危险，不用你打着为了你好的旗号去实行一些个人身自由的限制。有些企业的管理层，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员工只是在你这上班，不是卖身给你了，不用什么东西都听你的。在这个诡异的国家，企业就敢这么做。很多人以为禁摩限摩是国家决定的事情，但是万万没想到，全国第一家禁摩的企业它出现了。中国骑摩托车的人数超过2.7亿人。有网友说，突然有点想去好利来上班了，我骑摩托车去让他们领导知道，然后把我开除，然后来个 N+2赔，合不合理呀？还有网友说啊，我骑摩托车可能决定不了，但是我可以选择不吃好利来吗？你说好利来那么多员工，总有骑电瓶车上班的吧？是不是也很危险？是不是也该开除啊？现在失业率高企，很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估计以后魔幻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毕竟在中国不缺的就是韭菜，而且还非常好忽悠。就像华为出的3折叠手机，一个不会造车的人说他的车是500万到1000万以内最好的，只要是个诚实的人就必须说好。一个3折叠屏都是靠外采的手机，并且又不是他自己首创，说自己是划时代的产品，很多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认知了，真的无语。难道真正的划时代不应该是造纸术？印刷术开启了知识可以用书本流传千古的时代，难道不应该是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难道不应该是电脑开启了信息时代？难道不应该是互联网开启了全球信息传播共享的时代？难不成他们开启了打电话可以挡脸的时代？难道是泡面可一次泡2碗的时代？都他妈是群骗子！真的，我不是刻意去吐槽新能源车，现在卖手机的造车，卖房子的造车，卖空调的造车，卖酒的他妈的也造车，甚至连卖水的都过来造电车了。居然还有人问买车到底是买油车还是新能源好，这还要问吗？但凡国家大力推荐你的，你就拍拍屁股都要想一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新能源全他妈都是在吹牛逼，不就是电吗？电瓶车早在100多年前就有了，现在说什么新能源就是为了骗补贴，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电池加个沙发。还有那些说电车要省钱的，你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的去算一笔账，你只看到了跑100多公里耗电比耗油要省钱。你有没有想过同等价位的车，电车要比油车贵？关键是你开个3、4年它就贬值了一文不值。再说平时的保险费、保养、维修费都比油车要贵，你说省不省吧？关键是还不知道这种电以后还会不会涨价，它又不是烧水，你除非研究个烧水的新能源汽车，我才相信。你周末去旅个游，开个电车，游山玩水，水路不能走，山路不能走，电池搞坏了就报废了，
保险也不赔。更郁闷的是啊，到了逢年过节开长途，别人都到家了，你还得担心这个电量够不够。到时候那么多人买车，然后充电桩又有限，你还得排个很长的队去充电。还有更恐怖的是，万一它着火了，你门都打不开，你只能在里面干着急，你还敢买呀？好消息是现在不用买了，直接差不多白送。以后买车可能5000就能上路，因为汽车市场可能又要变天了。根据澎湃财讯的信息啊，就在9月14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的通知。该份通知强调鼓励进一步降低车贷的首付比例，并合理确定汽车贷款期限、信贷额度。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降低汽车消费门槛。按照以往的车贷首付比例来讲，大家见过多低的？反正我见过最低的是15%。那如果给你降到5%呢，也就是一部10万的车，原本首付要1.5万，现在5000就能上路，那是不是就4条轮胎的价格？感觉这个政策不是单纯的让你买车，而是让你先上车再买票，目的还是为了刺激消费。因为你首付扔进去一大块之后，每个月剩下还要还月供，而且月供压力还不小，那你还怎么消费？房子咱就不说了，毕竟总价高，所以大家也不积极。那车可以啊，毕竟总价低，而且现在政策还鼓励延长贷款期限，降低首付比例，提高信贷额度。你们想想以后买车是不是可以和买房一样分10年期还款了？反正特斯拉在美国是有长达84个月版本的还款模式，那再长一点是不是就是10年期？所以谁说只有房贷可以10年，车贷不可以吗？这也是金融创新啊，对不对？这里面还有更加炸裂的一条，就是优化外部融资环境，支持符合条件的非银机构进一步优化资金来源和结构。就是说以后啊，你的征信有点瑕疵，或者说你是黑户什么的，都可以买车了。银行怕你跑了，小贷公司不怕呀，甚至还可以零首付，直接把车开走，说不定还会压绿本，直接不经过你同意，又可以做下一单，直接卖给另外一个人。真的看似是给人们买车更方便，实际又是一个大坑，这后面埋了很多的雷，估计汽车市场要变天了。国产车啊，咱们能不能少吹点牛？什么时候帮车子的品质和品控给做上来，咱们再吹。我现在看到这种国产车在吹牛，我真的是，哎呀，我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啊！我晚上开着我这台老的日系车，我说句实在话，我脸都红啊！10几年的老的日系车，到今天开着它没有任何的问题，依旧能开，依旧能跑，它的机械素质非常的可靠。我们放眼望去了，现在咱们看看咱们的国产，每天除了吹配置，要么就吹他们的智驾，要么就是吹他们的座椅，他们还有什么？没有什么，一个又一个的车企帮车子做成了快消品，然后呢，每天还有很多人在下面拍手叫好，好漂亮。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去说的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咱们的国产车什么时候帮车子的品质和品控给做上来，咱们再接着吹。你怎么吹我都不反对，行不行？行不行？哎呀，你们不要着急忙慌来喷我，我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很多人不爱听，那不爱听又能怎样了？你们自己看看，国产车是不是帮车子已经做成快消品了？是不是？国产车日常吹牛，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没人敢直接硬刚，点出具体的品牌或者具体的事件。不过这次比亚迪是翻车了，直接被当时车手打假了。先看看那些比亚迪的粉丝是怎么吹的。就解析豹5完赛敦煌越野耐力赛，这个比赛就是大家俗称的拉力赛，200码跑烂路还不刹车的那种。豹5完赛牛逼吗？不牛逼。坦克300、400、BQ40这些车只要跑得慢点，谁上都行。豹5牛逼的点是在于第二赛段跑戈壁的时候，平均时速160。平均时速160是什么概念？有些路段要跑到200码才行，你们觉得可能吗？反正我是不信啊！你想，专业拉力赛车造价几百万，他们都是钢管车身、碳纤维覆盖件，整车重1吨多，而且光轻还不行，他们那个悬挂行程还得有个1米多，这样才能保证你在200码的时候飞坡，你轮子还是贴着地的，保证贴地飞行。那么豹5凭什么能做到这个成绩完赛呢？有疑问就得求证。首先，是不是这个赛事不正规了？经过我了解呢，国内顶尖拉力赛
也就只有环塔和敦煌了。那赛事正规和难度就没啥问题了。其次，那是不是豹五造假了？实际没跑到160，就是搁那慢慢跑，混个完赛，完了再宣传自己能跑到160，这个也得求证。我在网上看到了大量豹五参赛的视频，都是油门焊死跑的，慢跑还真没看到。你想想，这种顶尖赛事，观众肯定是多的。豹五这台车呢，又处于在风口浪尖上，所以要是造假的话，早就曝光出来了。那么排除所有可能，那只有不可能了。豹五就是硬生生做到了平均时速160，戈壁完赛。豹五凭什么这么牛呢？我看到有讲说豹五的电机多牛逼，靠动力完赛，这个就纯憋鸟料了。我觉得本质只有3个，第一个电子差速组。你看豹五200码腾飞，那在天上的时候，那一个轮子230，一个轮子270，一个轮子100，一个轮子70，那没差速组，那落地那就是原地800度的原地转全翻车。那豹五没翻说明什么？豹五的电子差速组可以实现和传统的机械差速组同水平了。第二，底盘，豹五参赛车3吨重，200码飞坡落起，那这个底盘它得承受多大的下压力？而且还不止一个飞坡。拉力赛800公里 ，DMO 全程供上电了，要是没有 DMO 的这个保电策略，也完成不了这个成绩。最后，那电驱越野到底行不行呢？那还是不行。电机爆发强，跑铺装路段那肯定全是优点，跑越野就全是缺点了，容易陷进去，抓地力不足，电子差速组是智商税等等。如果有人行，那只有方程豹了，以赛代策，向上发展。最后，我对于黑子，我想说句话啊，有的人是在专业领域不断探索，有的人沉浸在过去不断抹黑。不明真相的人估计被忽悠的差不多了。可是当时在开的车手发影片表示，方程豹五参加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的这个事情啊，已经结束了。但是网上在炒作的这个事情依然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有些视频啊，真的让我匪夷所思，甚至是脑洞大开。我看到一个影片说，我们赛车在赛道里面基本都是平均时速超过160码，甚至是在200码以上在行驶。这谁告诉你的？作为方程豹车队的203号车手，我真实的告诉你，其实我们在赛道里面的真正速度只有80左右。为什么时速这么低呢？因为我们是在戈壁路段，崎岖有坑洼有沼泽，有各种塌陷的路，有沙漠路段，怎么能做到平均时速160呢？什么概念啊？接地飞嘛，飞都不一定能达到这个速度。我们真实一点不好，我们真的非常的特别开心。我们的自主知识品牌比亚迪，这个品牌能够进入到赛场，帮助我们通过，但是去获得积累更多的经验，把这些重要的数据啊，再运用到我们平时的这个方程豹五上面研发上面来，让我们更多的车友能够获益，这才是我们真正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把我们最真实的场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了解我们真实的比赛的过程。这方程豹的脸是打得生疼啊！之前我们频道曾说过一个试驾问界 M5 导致撞车，结果没人管，现在当事人找到了媒体。上个月我和朋友去问界 4S 店看车，销售开车演示自驾，前方100米左右有公交车变道，自驾没有识别出来，销售员可能当时也是过于自信吧，也没有踩刹车，车速的话就60-70码，直接撞上前面的公交车了。我和我朋友还有销售大大小小都受了一些伤，4S 店也是第一时间送我们去医院，开了一些 CT 之类的，医生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住院观察。当时撞到我的耳朵跟我的脖子了，安全气囊全都爆出来了。第二天的时候，销售人员说当时后台的数据只有30多码，住院打针1个星期以后，医生说的意思就是你这个耳朵不太好恢复，神经性耳鸣，睡觉的时候或者安静的情况下的话，嗡嗡嗡的一个状态。4S 店目前就是拒绝协商，拒绝赔偿。病历上写的这是继续要治疗呢，还是怎么着？不建议打针了。那这些费用是对方出的还是你自己垫的？第二天我们就打了400的投诉电话，4S 店的工作人员过来就把那个费用垫上了。1个星期以后，我的脖子还是很痛，后来我们又检查出脖子骨折。4S 店从这个时候就说，那你要不你就去做鉴定吧，做出来了以后保险公司会赔付你。逻辑上是这么个逻辑。我已经去问了，就是神经性耳鸣的话，他做不了这个3反鉴定。这个就没办法了，大家只能坐下来协商，适当的补偿嘛。这件事情我跟你沟通一下，我看到这是拦腰撞的公交车啊。对，公交车在最右边变道。那公交车为什么会横过来的呢？公交车它比较长嘛，它变道它不可能说是在最左边的那个左转的变道。公交车去掉头了，那从交通事故责任上来说，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单方事故啊，有可能这台公交车它也有责任的呀。当然最主要的是，你坐在副驾驶，驾乘人员在主驾驶用自动辅助驾驶给你展示这个功能，但是他没有进行接管，要么是均等责任，要么是问界的工作人员占主要责任。如果说你打算去追责的话呢，要追 4S 店这位驾乘人员的这个责任，其次可能公交车也有一定责任。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东西是通过保险理赔，至于追谁的那也无所谓，那肯定是按照追问界这台车的保险来追责任。但是你现在碰到的他神经性耳鸣是很难鉴定出来的，因为耳鸣只有你自己知道，我没办法知道这件事情你到底耳不耳鸣。你现在想要一个什么结果呢？最好能把我耳朵治好，很难讲。这个
个一般来说协商一定的补偿，这个问题就一笔勾销。也可以啊，我也希望王老师可以帮我们协商一下。我媒体呢，只能让对方给你一个合适的态度和回复，至于能不能协商到一起去，我也不敢保证。好的，好的，等我消息啊。1天后，昨天帮他给了问界的厂家，他已经和门店达成一致了。想提醒2件事情，一个是去买车的时候啊，不管是华为的也好，还是其他品牌的也好，记住了，现在的智能辅助驾驶一定还需要人进行监管的，不是说觉得这个很优秀，我就完全可以闭上眼睛不管它了。第二个想说的，某些品牌啊，你也许在某些领域当中取得了一点很优秀的成绩，别吹牛，别骄傲。你看看发生事故了，打脸了吧？如果说车毁人亡呢，这个责任谁能够承担？谁又能够担得起呢？所以说这种视频啊，放出来的目的不是批评一个品牌，而是要警告消费者，也同时警告这些过于夸大宣传的商家。如果没有找到媒体，估计这件事还是在互相扯皮当中。只能说不能相信车企的吹牛逼营销，更不能相信那些汽车销售。买车前告诉你续航500多公里，你心想够用了，你开心的刷了卡，付款成功后，他渐渐的对你说，如果你想要保护电池的话，每次充电不能超过80%，并且当电量掉到20%的时候，你必须马上立刻去充电，否则对电池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这个时候你的大脑飞速运转，掐指一算，你付了100%的钱，只用了60%的电，续航只有300公里。买车前告诉你充电半小时，续航1星期，刷卡后他对你说快充上电池，你犹如晴天霹雳，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最可气的是，买车前告诉你油价1升7块多，电费1度5、6毛，刷卡后他问你有充电桩吗？你有充电桩吗？这句话在你脑子当中一直徘徊，是呀，我没有充电桩，家用电1度5、6毛，跟我有鸡毛关系？外边充电桩长啥样了？1度电2、3块，超级快充，干满200-300块钱，续航300公里，1公里合1块。然后你看向马路对面的霸道，你觉得霸道开着好像也不那么费钱。这个时候什么保值率？再算电车的保值率，不要再雪上加霜了，还让不让人活？一位学生问老师什么是正能量，老师指着窗外的那块牌子说，你看它上面写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块牌子插在草坪上面就是正能量，你要是敢举着这个牌子在马路上嚷嚷，那就是负能量。